欢迎来到新闻和活动频道，请订阅和分享已更新有关当今最着名明星的最新信息。王一博晒阅兵感言，长空之王男主发文致敬抗战胜利80周年。网友：这才是顶流该有的样子。谁说流量明星只会炒人设、蹭热度？当大多数顶流还在为一条商业通稿的点赞数较劲时，王一博悄悄发了一条微博，没有滤镜，没有精修图，只有一段手写文字和一张阅兵画面的截图。时间是9月3日凌晨5点17分，抗战胜利纪念日刚过几个小时。这条动态没有品牌植入，没有团队预告，甚至连话题都没上，却在12小时内被转发超100万次。有网友说，原来真正的出圈不是靠热搜，是靠心。我那天早上刷手机，天刚蒙蒙亮，咖啡还没泡开，就看见这条微博在朋友圈被转疯了，像是谁在安静的早晨轻轻推开了窗，让一股清风吹了进来。据微博平台公开数据，王一博在当天清晨发布的文字中写道：80年前，他们用命换来了和平。80年后，我们不该只记得胜利，更该记得牺牲。致敬，长空之下从未远去的英魂。配图是一张2015年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式上肩负115战机编队飞过天安门的画面。说实话，这图并不新鲜，老军迷早就看过无数遍，可配上那几行字，突然就让人鼻子一酸。我老家在山西，小时候听爷爷讲过打鬼子的事，他总说那时候天是灰的，饭是稀的，但人心里有火。现在年轻人不太提这些了，可王一博这一句话像是把那团火又点着了。知情人士透露，王一博团队并未将此次发文列入9月宣传计划。某娱乐公众号从其工作室内部人员处获悉，当天凌晨，王一博结束一档综艺录制后未回酒店，而是留在北京郊区的临时住处，看完了央视重播的历届阅兵纪录片。我认识一个在央视做过外拍的摄像，他说王一博这几年参加这类节目从不提前走，也不闹脾气，收工后常常一个人坐在角落看回放。这次他看完纪录片，直接让助理找来纸笔写了那段话，自己拍了照发出去。团队后来才知道根本没来得及做舆情预案。这事儿听着不像策划稿，像是一个人半夜睡不着，心里有话就随手写了。翻看王一博社交账号，此类非商业性质的严肃内容并非孤立。2021年7月1日，他在建党100年当天转发人民日报官微，并配文“100年不易，吾辈当自强”。2023年清明节，他发布电影无名片场照，附言有些名字不能说，但不该被忘记。这些动态加起来也不到10次，可每一次都像钉子一样扎在时间线上。我有个表妹是他的粉丝，以前只追舞台和综艺，现在连抗战史都开始看。他说他不说教，但你看了会想多知道一点。这种影响是悄悄的，像春雨，不声不响就湿了的。长空之王作为王一博主演的首部主旋律商业大片，2023年5一档上映时曾引发巨大争议。初期因其演技生涩遭影评人质疑，但随着影片口碑发酵，他在片中饰演的是非原角色逐渐被观众接受。我记得那天在国贸一家影院看完，散场时听见2个中学生模样的男孩在讨论，原来是非员要经历这么多次跳伞训练，比高考还难。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该片最终票房达11.7亿元。其中25至35岁男性观众占比首次突破42%，远超同类题材。有院线经理向媒体透露，很多年轻人是冲着他去看的，结果被剧情教育了。这种以明星引流、以内容留人的模式，被业内视为主旋律电影年轻化传播的成功案例。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发文时间点极为微妙。2025年是抗战胜利80周年，官方上未公布大规模纪念活动安排，但民间已有预热迹象。王一博选择在此时发声，既避开了敏感的官方话语场，又精准切入公众情感节点。某宣传系统内部人士在朋友圈评论称，民间表达有时比通稿更有温度。这种非正式致敬恰好填补了大众情绪的表达空白，也解释了为何网友普遍反应积极。抖音热评第一写道：别人发9宫格自拍叫营业，他发一张阅兵图叫顶流担当。这话听着糙理却不糙。娱乐圈从不缺正能量表演，但多数停留在口号层面。某头部艺人去年国庆发图配文“我爱我的国”，因使用国外品牌手表被群嘲言行不一。另一位顶流在烈士纪念日发文致敬，却被扒出曾调侃历史事件。相比之下，王一博近年在公开场合的言行呈现出高度一致性，不轻易表态，但一旦发声必有准备，不追求即时流量回报，但长期积累公众好感。这种低频高质的表达策略正在重塑顶流的价值标准。我一个做公关的朋友说，现在品牌找艺人不只看流量，还要看情绪安全系数。王一博大概就是那个最稳的选项。3问随之而来，为什么是现在？80周年是一个具有历史纵深的节点，既非整10周年般宏大，又比日常纪念更具象征意义。此时发生，既有记忆唤醒功能，又避免过度政治化风险。为什么是他？作为长空之王男主，他具备题材关联性；作为顶流中少有的军旅题材亲历者，他拥有叙事 legitimacy 正当性；作为公众形象长期保持沉默实干标签的艺人，他的发言更具可信度。后续会怎样？可以预见的是，官方媒体可能择机引用其言论作为青年榜样案例，但王一博本人极大概率不会顺势展开系列动作。他的风格从来不是乘胜追击，而是点到为止。专业分析指出，这类自发性纪念行为的背后，是 Z 世代艺人对偶像责任的重新定义。中国传媒大学2024青年艺人社会形象调研报告显示，95后艺人中78%认为公共表达应包含社会历史认知，较2019年上升32个百分点。王一博的做法恰好契合了这种从娱乐供给者向价值传递者的转型趋势。某影视制片人评价，他没说教，但让年轻人开始搜抗战胜利80周年意味着什么。这就是影响力。理性预测，此类非商业公共表达或将形成连锁效应。已有消息称，多位参演主旋律题材的年轻演员正在筹备类似致敬内容，但能否复制王一博的效果，取决于真诚度与时机的双重匹配。毕竟，观众越来越聪明，他们能分辨什么是真心，什么是高级黑，什么是致敬，什么是蹭热点。一位网友的留言或许道出了本质：我们不指望明星多伟大，只希望他们别把我们当傻子。回到那个清晨的微博，没有炫技的运镜，没有精心设计的构图，只有一张泛黄的阅兵截图和一行略显执着的手写字。正是这种不完美，让它显得格外真实。在这个滤镜泛滥的时代，有时候最朴素的表达反而最有力量。王一博或许无意成为标杆，但他确实在用一种安静的方式提醒我们，顶流的定义不该只有流量。